姐姐，你刚才在长公主面前勇气了得，妹妹想给你敬杯酒。四妹，我不胜酒力，现已足量，不能再喝了。四妹和我是姐妹，关系不同寻常，不如我以茶代酒。二姐，以茶代酒，可就辜负了我想和姐姐相好的一片真心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二姐，四妹，我的头有些晕了。那快些坐下吧。竟敢私下幽会，看我不揭发你们！一张纸条又能说明什么？这里有几间茶室，是丽妃娘娘特意安排给你们休息的地方。叶员外，你先在这里休息片刻，奴才去添点茶点来。叶时间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你没喝醉？我叶家是生意场上的人，胡伦酒自然没少喝。今日那些来敬酒恭贺的人，有人是来敬酒，有人分明是想浑水摸鱼。我酒量并不差，加上今天喝的不多，只是装醉想看看对方什么意图，然后就被带到了这里。那你方才……我只是看你昏睡着，想把你叫醒而已。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该说你聪明呢，还是说你傻？孤男寡女，能有什么意思？自然是想让我们酒后乱性。你别乱说！我只是想把别人的打算告诉你。那他们这么做，
是为了撮合我们。你还没有明白吗？对你下药，为了让我们通奸，进而毁了我的名声，也彻底毁了叶家的仕途。毕竟你刚被圣上任命为户部员外郎。那他这是要一箭双雕。是，你没有上当，我也没有上当。倘若我今夜真的醉了，你当如何？无事，真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刺伤你，然后离开。别人只会认为是皇宫里进了刺客。你当真下得去手？我这么说，也许有些自私，但你没有经历过，你不会懂。失贞之后，千夫所指，任何人，哪怕是卑鄙龌龊之人，都能肆意的羞辱你、唾骂你。纵使你有千般委屈，也无处诉说。你是我表哥，伤你我自有愧，可我此生绝不入那地狱。你去哪儿？外面的人都已经走了，不走，等着被捉奸吗？可是你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立刻就会知道计划失误。我会找地方藏好，你也快去找个地方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，没想到你心里果然有我。丽儿，我是真的想娶你。你果然是那带刺的玫瑰。肃国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里，难不成跟着你去看你们孤男寡女酒后乱性？你又监视我？我奉旨护卫宫城，你们脚底下踩在哪块砖上，我都知道。为什么要杀沈玉荣？我没有。你忘了，你的剑是我教的。今夜人这么多，绝不止一个人对你身份生疑。此事余愣不小，你怎么有出来？你能不能先放手？不能。刑部还关押着一个人，你们手里互相拿捏着对方的性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倘若此时有另一人的手伸出，你都知道什么？你以为只有你能玩弄我吗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奉旨办案走司法道这么多年，刑房进得多，刑罚也见得多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挨得过大刑加身。阿里，你今夜太冲动，竟敢当众说出仰慕他沈玉荣，剑无回头路，脱宫的时候你难道就不害怕吗？你不就是回头路吗？我的路是那么好走的吗？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没想好，不过这是你欠我的第3个人情，我要的多，等你给得起的时候再说。肃国公，宫里的人都踩在哪一块砖上？你真的都知道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？
我想知道沈玉荣和长公主踩在哪一块砖上。你都已经猜出来了，还问我干什么？你不是问我今晚为何如此冲动吗？我不是你，没有那么多眼线，我只能拼上自己的一条命，去搏一个真相。对你来说，真相就那么重要？胜过我的性命。姐妹们，我们已经吃席很久了，不如出去走走，赏赏月。好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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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！是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走，走。我有些口渴，我们一起饮杯茶吧。好啊，我刚好有点口渴，我也一起去。走。人呢？对，他们喝了药，应该走不远，一定去了别的地方。我们过去坐吧。这茶桌太小了，我们人多有点憋屈，不如再走走，去其他茶室看看。嗯，好。哎，你看啊，这边的花也开了，真好看。一会儿等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再去那边转一转。好呀。我们进去看看。二姐，二姐。天哪，这不是江若瑶的未婚夫吗？放着嫡女不要，跟那江家的庶女在一起。怎么会是你？若瑶，方才我喝多了。三姐，我也喝多了。你给我起开！贱人，你竟然攀我未婚夫的床！救我！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你这个贱人！他们贱人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贱人！疼。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好啊。你说你晚上擦，早上擦，中午擦，擦，你除了擦药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干吗？大事儿做不了主，小事儿又遭人排挤，我们在这家里是受了多少的委屈？你看女儿的脸都毁成这样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只会擦药吗？我们活该被人欺负，贞洁没了，脸也毁了，我们就应该忍气吞声。说是狗被咬了，也得汪汪叫两声吧。够了，都出去。女儿啊，我们的命真的好苦啊！娘，我不苦，我要嫁给周公子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周公子是你三姐的未婚夫，你看看你父亲这个身份，这事儿能轮得到咱们吗？现在这时候你要嫁给周家，那真是往死了逼大王。到
到时候咱们全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的脸被江若瑶毁了，清白被周艳邦毁了，不会有哪个正经人家要我的。难道我还能在家待一辈子？还是爹要把我送到真女堂？你说什么混账话！事到如今，爹娘却还是只知道一味的责骂我。你们眼看着江若瑶是大房的女儿，叫我处处矮她一头，任她羞辱作践。我猫只要活到现在，眼看那江离都相过3品之家。你们为我筹谋过哪一出？如今看我先了他江若瑶一步，压了他一头，大房还没闹僵过来，父亲先来践踏我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周公子？女儿啊，你这是自甘堕落，你不但断送了你自己，还毁了我一门的脸面，你怎么能怨父母没给你筹谋呢？不然能怎样？我只是个庶子的女儿，我也想我爹是当朝中书令。你。平时见你对女儿不闻不问的，今天你耍横了。我觉得女儿说的没错，就因为你是个庶子，前后都矮个一头。他大房到底是个什么呀？庶子，我是庶子好了吧？都怨我。你振作点儿，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呢。当务之急，咱们现在得想个办法，把这个难关渡过去。在劫难逃，江若瑶这门婚事算是毁了。你知道大房为了这门亲事，他费了多少心机？我们能好好的在这儿，那是因为人家还没有杀过来。我看未必。你瞪眼干什么？男女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啊？是他们侯府的公子对我们女儿用了强，我们还委屈呢。他季舒然凭什么不给我们做主啊？让他江若瑶把我们女儿的脸毁成这样，我还要打到他那儿去呢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可就消停点吧。就算这次被混过去了，那大哥也不会让若瑶跟玉娥共侍一夫的，大嫂也不会善罢甘休啊。那是以后的事儿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咱们的玉娥和江若瑶对立起来，只要他们俩有共同的敌人，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你是说江离？孙妈妈，哎，去安排人把这里都清理了，然后给他换套新的。是。闹够了？我当他是条忠心的狗，再怎么着也不会抢人饭食，这才处处带着他。没想到，竟然从我身边抢人。母亲，你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吗？你还觉得你错的不够？我哪里做错了？就算你恼怒江玉娥爬床，也不应该当着众人的面划破她的脸，带回家关上门，自然有千百种法子折磨她。现在江玉娥破相了，你父亲在家是当家做主的长子，在家外是宽厚仁爱的相国，他已经没脸没皮了，索性在你父亲面前哭死过去。咱们还得去救，你以为你一时出了口气，哪里知道是给他留了余地。他已经是一条死鱼了，但是就这么1寸，就能给他翻过来。是他先勾引我未婚夫的。证据呢？如果是他咬死周艳邦轻薄的他，你怎么说？所以事情变成这样，成了我的错了是吗？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别人毁掉我的婚事吗？你和周家的婚约已经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。你爹是绝对不会同意你嫁过去周家的，若是你撒泼打滚的非要嫁过去，周家断然也是不敢来娶的。你接受也好，不接受也罢，这就是现实。报应，一定是报应。
如果当初我没有听你的话，去陷害江离和叶世杰，我就不会遭此报应。自己的事情办不好，还有理了？你觉得单凭江玉娥自己能做出勾引周艳邦的事吗？你跟周公子订婚不是1、2天了，如果他要勾引，为什么不早勾引呢？母亲的意思是说，他被人利用了。现在你跟江玉娥闹成这样，你觉得在这个家里面，谁最开心？江离，婚约没了就没了，娘亲自会再给你找更好的，但是这笔账，必须要跟真正害你的人狠狠算清楚。袁白也来了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，现在就说吧。大哥，你罚我吧。都起来说话，这成何体统？玉娥她坏了若瑶和周家的婚事，都是我教女无方，我对不起你们，该罚。你们这昨天闹得也太大了，那是皇宫，不是自家后院。我明白夫君为何生气，出了这样的事，若追究下来，的确是我们两家的大祸，他们也的确太不像话了。可如今，圣上不也没言语吗？那是他们命大。昨日之事，我和宁远侯夫人有个私下的默契。这毕竟两家都不好看，他们也想将此事掩盖，风言风语是挡不了的。但横竖不会再出什么大事。我今日在朝堂之上，百官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嘲笑。袁兴啊，若玉娥真对周公子有意，早点说出来不就行了？何必做出这丢人现眼的丑事？子不教，父之过，请母亲责罚。还有你教养出来的好女儿，竟然去伤害自己堂妹的脸，这等恶名要是传出去了，谁还敢上门提亲？母亲，此事确实是若瑶不对，但她与周公子自小就感情颇深，冲动之下失了理智也是常情啊。若不是玉娥犯错在先，若瑶也绝对不会这样。说1000道1万，都是玉娥的不是。我今天把玉娥带来了，要打要罚，全凭大哥处置。若瑶和玉娥平时相处的不错，我们与周家走得近，这也不是1、2天的事。因着若瑶还未发嫁，孩子们平常相处的斯斯文文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玉娥这孩子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犯糊涂？若不是若瑶亲眼看见告诉我，我也是不信的。要不是被人陷害，我们家玉娥就算借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的。陷害？何人陷害啊？玉娥，还是你自己说吧。大伯父、伯母，我本不胜酒力，可宫宴那天，二姐一直在灌我的酒，等我喝多了头晕想休息，二姐就搀扶着我，说是带我去茶室休息。印象中，我们走了好久好久。现在想来，怕是到了那偏僻之地，到了屋子门口，二姐就借故离开了。我当时头晕的难受，没有多想，只想休息，便进了屋子。哪知周公子也在里头，也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把我认成了三姐，然后就……我当时慌得六神无主，尽力挣扎，却是酒劲未过，身子无力，到底抵不过男子蛮力。后来三姐就出现了。这若是偏僻之地，若瑶为何会过去？我不敢妄说。玉娥，你快说呀，玉娥！但说无妨。我是后来听别人说，二姐把我扶到茶室以后，含脸就对三姐说她找不到我了。三姐担心我，这才心急忙慌地找到茶室来，然后就……竟有这样的事！怨我，终究是怨我。若我知分寸，就不该在宫宴上将二姐递过来的酒，也不会酿下如此滔天大错。把江若瑶、江离都给我叫过来，两家人当面把事情说清楚，是谁的错？
绝不姑息。那日宫宴太过凶险，好在姐姐有防范，最后所查之事也算顺利。出乎意料的顺利。姐姐，只是那个人是长公主，恐怕以后更加难了吧？我本来以为面圣会是我的一次机会，挑破一层帘幕，让他早来见我。可我未曾想过，竟是殿下才一声令下，无人敢不从。姐姐，你不会同情的沈玉荣了吧？杀妻本就是一件罪不容诛的事情。同情？他不配。姐姐，那我们日后打算怎么做呀？娘子，主君让二娘子去一趟晚凤堂，说是有事要问。姐姐，这个时候来传话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反咬一口的人醒了。离儿，昨日在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父亲，昨日离儿喝多了，不知父亲想问何事？你少装蒜，江玉娥和周彦邦的事情，你说清楚。三妹想问此事。昨日我被四妹灌了很多酒，有些醉了，四妹便扶我去附近的房间休息。周公子和四妹的事，我也是今日醒后才听说的。你胡说！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若不是你暗中搞鬼，四妹怎么可能刚好进入周彦邦那屋？怕是你暗中谋划，故意把四妹引到那儿的。对，我是进去之后才知道周公子在里面的。说来也巧了，四妹扶我进房间休息后，不过片刻，另一个人也在内官的引路下进了我的房间。三妹可知此人是谁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是叶世杰。他也是饮多了酒，想要找地方休息，可不知为何会被人带到我的房间。不过幸好，我们二人虽然酒醉，却也知道男女有别，同在一屋，与理不合，随后便分别出去了。对了，我还听说了一件趣事：三妹推开周公子所在房间的大门时，还未曾见到人，便开口喊了一声“二姐”，此事又是为何呀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当日跟你同行的几个学子可都听到此话了，三妹怎么突然不承认了呢？其实情急之下喊错人是很正常的，三妹不用这么紧张。父亲，我进屋后不过半盏茶的功夫，叶世杰就进来了。随后我们各自分别回席，叶世杰可以证明我没有时间把四妹送到周公子的房间。叶世杰是你表兄，自然是向着你说话，说不定是你们串通一气。我倒是把你忘了，你说是我把你送到了周公子的房间，可他欲对你行不轨的时候，你为何不喊救啊？宫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你若是一直喊救，事情未必会闹到如今的模样。那是因为如果我出了声，被人撞破，怕是会影响三姐和周公子的名声。三妹，感动吗？四妹可是宁可毁了自己的清誉，也要护你和周公子的名声呢。你们两个可真是姐妹情深啊。梨儿，你就别再刺激你妹妹了。出了这种事情，她心里比谁都难受。我也替妹妹难受，可未曾想到这一切的脏水泼到了梨儿身上。女儿为自己辩驳几句，都不行吗？
你不要再狡辩了，明明就是你泼我们脏水，说不定叶世杰在碎尸时就和你暗通款曲，所以你才把他当挡箭牌。你可以不信叶世杰，总不能不信肃国公吧？有他什么事？回父亲，因为是四妹将我送到了房间。梨儿离开时并不知道回去的路，恰巧碰到了肃国公，是肃国公将女儿送回了前殿。父亲想好好为三妹讨个公道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把我推了出去是小，若旁人知道我们江家姐妹不和，无凭无据便可重伤彼此，也不知会生出何等险恶居心，还望父亲三思。江离，你少装蒜！若要父明察呀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的命好苦啊！伯父，我这辈子该怎么办？我女儿以后该怎么办？够了！此等家丑，你们有何脸面争吵？传扬出去，让人知道一族姐妹互泼脏水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？木已成舟，是非对错有这么重要吗？你们就不想想，四丫头现在被毁了容，这今后怎么办？三丫头她未婚夫做出这种事，这以后怎么办？母亲责备的是，孩儿处置不当，我这就和三弟三妹商量如何解决此事。你们出去商量，不要在这里吵我。是。二丫头，你留下来。玉娥和周公子之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最疼爱梨儿，梨儿不会瞒祖母。昨晚，周彦邦给了我一张小纸条，我不予理会，又恐旁人知晓，梨儿便收在了身上，想着宫宴结束了再做处理。直到我听说四妹和周公子的事，才发现梨儿身上的纸条不知何时消失了。还真是不知轻重的丫头。起来，你可知错？梨儿应该藏好纸条。此事与你无关，我说的是你的错处。祖母。忘了祖母怎么跟你说的？祖母告诉我，在宫里要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姐妹，遇到任何事，不能自己心里委屈，要回来告诉祖母。你是怎么做的呢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只能让人先一步提盆，泼得你满身脏水，事后再来澄清，再和那个泼水的人好一通你死我活。偏偏又都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到头来这委屈你还得咽下去。祖母，你是不是还信不过我这个祖母？梨儿不敢。以后不管什么事，你都可以告诉祖母，我不是那种是非不分之人。不过这事儿不能不罚，罚你回去抄佛经10遍，三丫头四丫头那边也罚他们抄女戒20遍。梨儿认罚。爹，你为什么让我取消玉娥？她什么身份？她怎么配得上我？怎么，你现在心里还想着要娶那个江若瑶是吗？爹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去给若瑶道歉，她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原谅你？爹，居然闯下如此大祸，大难临头了，你到现在还不醒醒？你以为你真的能娶那江若瑶吗？你好好看看，江家的退婚书都发到咱们府上了。江玉娥虽然是庶子之女，可事到如今，倘若她身子没个着落，人再糊涂一些，弄出人命来，到时候圣上震怒，单不说江相国会不会罢休，祖上所有的功勋、爵位什么都留不住，明不明白？爹，可是我告诉你，
你怎么带江玉娥那是你的事儿，但是她因你而失节，我们周家必须给她名分。路都给你们铺好了，结果你们偏偏走到岔路上，让别人钻了空子。妹妹教训的是，日后我必定会好好管束若瑶。这江离只要还在江家，以后还是会有办法对付的。若不是我在圣上面前打了圆场，怕是此事没那么容易了结。妹妹辛苦了。最近有动静了吗？我听太医说，再晚几年就不好了。可是父亲让你来问我的。没有，是我自己糊涂的想法罢了。倒也不是什么糊涂的想法，这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。我现在上了年纪，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听说天象寺的菩萨慈悲，我准备去清修一段日子，调理调理身子，也修修子嗣的福气。若是妹妹要去修佛，我倒有一事相求，就看你怎么想了。说来听听。既如此，那么就由我来好好磨磨他的性子。沈玉荣，你到底在别扭什么啊？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然敢当众拆我的台！殿下不觉得自己有时候太荒唐了吗？那是圣上的赏言，若伤的不是我，是任何一个学生，殿下必遭圣上责罚。殿下就算再不喜欢江离，也不能伤了自己的体面。你竟然敢顶撞我！来人！算了，这不就是殿下想要的吗？我想要什么了？你想要我死？你胡说！婉宁，不要再为师那个江离把自己抱于险境。我护不了你几次，人我已经杀了，我甚至去了青城山，去到了埋他的地方，亲眼看到他的尸体就埋在泥里。可是你不觉得镇女堂那几个人莫名其妙就不见了？这是有蹊跷。那又如何？我在殿下身边。不如殿下告诉我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安殿下的心？好了好了，你的样子真可怜，我今晚就不罚你跪了。你好生把伤口包好，今晚我给你擦身子。